俄式武器落后了，越南军队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境，难道他们还想从中国进口武器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俄式武器性能落后于时代的标签非常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原来对俄罗斯军火严重依赖的国家怎么办？这里面包括印度、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国。相比较而言，印度还可以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虽然价钱贵了点，而阿尔及利亚则能分别从西方和中国采购武器，完全可以替代俄罗斯的军工产品。目前只有越南非常尴尬，因为越南与中国有海洋争端，买俄罗斯武器的假想敌还是中国。从中国的军工企业进口武器有点不太合适，而从美国、欧洲买武器，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不那么放心。现在越南似乎与印度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开始加深，但是最多也就是买几套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的军工产品什么水平，越南人心里很清楚，并不会多买。所以越南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正面临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在这一背景下，越南在12月初首次在河内举办了国际防务设备展览会，这被外国媒体认为是越南军队的武器装备正在从过度依赖俄罗斯全面转向其他国家的标志。越南举办的2022年国际防务博览会有来自30个国家的约170家参展商参加。越南总理范明正称，此次博览会的目标是让越南有机会使武器贸易渠道多样化，并从外国人那里获得技术转让，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说的这么清晰也不容易。多年来，越南70%以上的进口武器一直依赖俄罗斯，而在2021年之前的5年间，其平均值已经下降至60%以下。美国和韩国在2017年首次成为越南的军火供应商。1年后，华盛顿解除了对河内武器的禁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军工要优先满足俄军的作战需要。越南人发现开始面临维护俄罗斯武器和训练方面的困难，而不是在新装备的采购方面。越南专家声称，越军获得俄罗斯提供的后勤维护和售后服务的价值非常昂贵，有点承受不起。据日经新闻报道，此次国际防务展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越南还邀请了中国参展，但是中国并没有军工企业参加。本届武器展上，参展商包括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印度的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和日本的三菱电机公司等等，独缺中国的军工企业。越南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希望与之合作的外国公司能够提供相关的技术转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军火商的积极性。另外，越南军费就算以每年8.5%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27年才能达到85亿美元。这点钱再扣掉日常消耗，如果用于购买西方武器，无疑是杯水车薪。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越南举办的国际防务展还邀请中国军工企业参加这件事呢？其实越南并不见得真的想从中国采购武器，而是通过这么一种姿态来表明并没有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意思。中国是越南搬不走的邻居，而且两国还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越南要想获得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其最大的战略就是不能敌对中国。就算他每年引进100亿美元的军火，在中国日益强大的解放军面前也不够看。越南军队的现代化困境其实是很难解决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大可能向越南出口过于先进的武器，而且越南呢也没有钱大批量引进西方的高端武器，而买了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也不一定能够打赢现代化战争。但是似乎呢不买又不行，因为没有太多合适的卖家。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从印度那边买点布拉莫斯导弹其实就够了，因为印度人对此会非常有成就感，而越南呢也能捞点实惠。
其实说到底，只要不以中国作对，越南的周边环境就是安全的，根本不需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进口武器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